大家早上好，今天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一支叫什么 SHF 帝皇剑啊，其实是我一个之前当实习老师的时候，一个学生认识的一个学生，他前段时间就是自己制作，然后送给我的一款改建的一款自改作品吧。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一款，因为它确实制作的非常漂亮，然后呢，整体的造型也非常华丽。我觉得帝皇剑的造型在一个平成世代里，或者说在假面骑士有史以来都算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最终形态了。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新的令和骑士都喜欢搞那种，就是最后一击一定要由初始形态来完成这一套，我就觉得很抽象啊。就你开最终形态都打不过的家伙，你变成一个初始形态就一脚踢爆的就很怪。灵异也是这样，加布也是这样，圣刃不知道能不能算这样，但是他那个十圣刃跟初始形态也就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但是我们就来看一下平成时代的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设计吧，因为它整体是用了一个 Vice 的一个素体去上的一些改建，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体型会偏瘦一点，然后一个关键的松紧度啊，就是因为上了改建嘛，很多地方都是靠蓝丁胶去连接的，所以说并不能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把玩体验。但是整体的一个造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我们看它这个头雕，直接放大给大家看。我觉得我这个学生他做的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的一个遮盖还有他的一些漆面都做的蛮好看的。我们看到是金银黑三种颜色的一个交替，中间有一个绿宝石点缀，然后它这个复眼也喷得非常好看。整体的头雕是形准是非常到位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这是哪一家的改建啊，因为我平时不玩改建嘛，所以说就大家自己去判断吧。好像有不少人出这个帝皇剑的改建的，但是这种改建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就是会有这种你看。比较大的缝隙，需要自己去调整一下组合度什么的，我就懒得调了，就正面看没什么穿帮就 OK 了。然后这个胸口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个胸口是浮雕加金属蓝的一个颜色，我们能看到是非常华丽的，还有一个黑线的一个勾缀，包括这个改建的细节，我觉得是做的蛮好的，因为你看它这种浮雕啊，还有肩胛这种。该有的浮雕细节，它也全部给你做了，而且是蛮清晰的。那它这种 3D 打印改建，一看就是为了去保侧面的一个浮雕的一个细节度，所以说它牺牲了一个成纹。你看，因为你 3D 打印，因为我本身也是干这一行的嘛，你东西如果是竖着放的话，你的最顶部是会有非常明显的成纹的，所以说我们一般都是。横斜着打，或者说去调整，把这个纹放到它就是尽量放在看不见的地方。那它为了保侧面的浮雕细节，就只能这样打，就导致它这个肩胛顶部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成纹了。然后我们能看到我这里上了一堆蓝丁胶啊，就无所谓了。然后它的一个腰带也涂得非常好看，可惜并没有说一个能实现一个打开功能。毕竟对改建的话要求还是太高了。看一下腿甲的一些浮雕，这些浮雕涂的都非常好看啊，就它打印的质量是非常好的。然后我这个学生呢，他喷的我感觉也蛮有水平的啊，他这个银色和金色的漆面我都感觉非常的不错。这一个手臂甲上这一个装置我是非常喜欢的，蓝金红的一个点缀，就这种。配色虽然说华丽，但并不会俗，你知道吗？就是它并不是一大面积的金色，它总会有一些低饱和的色去降低一下它那整体的一个鲜艳感，所以说整体看着就会比较耐看一点。所以我是非常喜欢这种设计的，没得说。侧面就非常的简单了，我的小猫在我腿上疯狂的舔自己。然后可动什么的，简单带大家看一下吧。因为可动因为这一款的一个把玩呢，并不算非常的一个顺心啊。我们能看到，应该不知道是不是上了改建的原因，它腿总是会有一点点小弯曲，就是并没有完全的一个打直，但是并不影响它的自主站立。首先头的可动就是低头大概有这么多，
抬头因为巨大的后脑勺肯定是干涉，左右侧摆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松紧度还尚可，肩胛也是一个独立的球关连接，手臂的平抬大概能有这么多，向前的蝴蝶关节可能会受到有一点点限制，但是你看这种改建就是这种关节是，虽然说你把玩并不会松，但是还是比较容易松脱的。各个角度的一个可动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差不多90度左右了。手型也是正常的，弯腰的话大概就只有15度左右，并不算非常好的一个可动。然后这一块也是这些白白的，并不是衬掉漆的，而是蓝丁胶啊。所以说我一般就这样站着，因为你这样挺胸的话，这里面就比较的明显了。腰转基本也是靠上半身去完成啊，这个下面这个腰基本是动不了。然后腿呢也自然是有一个下拉，前踢我玩的都比较小心翼翼啊，所以说我本来说一直想给这一款就是好好拍一点照片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时间，还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所以说就再说吧。接地 OK， 那本体的一个表现我们就差不多看到这里，整体还是非常非常华丽的，就确实这个设计没得说啊，太好看了。然后剑它的初始形态我也觉得非常好看。那款 FRS 我是目前来说唯一一款我觉得 FRS 做的非常不错，而且是值得去购入的一款假面骑士啊。那接下来就看一下配件，那这个手型就是原本带的一个维斯的一个手型，就是给你替换拿武器用的，因为它改件手还是太硬了，不是很好用。然后另一个就是替换的一个，我们看一下，涂的非常，我觉得涂的非常不错啊，一些分色的边缘也涂的非常的干净，并不会有一个粘着的一个情况出现，也不会有一个就是毛刺的情况出现。但是呢，这一些卡牌什么的就我要自己去切一切啊，但是我懒得切啊，所以就暂时没有。它这个改件非常不错，是给了这个展开的一个机构，它里面还打了一个金属桩，所以说整体上了那些贴纸之后，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一整块的一个扑克牌的一些贴纸，但是虽然实在太多了，我真的没时间弄啊，所以说懒得弄了。然后它还有一代手型是就是帝皇剑的手型，也是做了一个金色的涂装的，还是非常好看的。然后看一下武器吧，首先看一下帝皇剑的武器，这一把武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异常的华丽。这小猫，这臭小猫又在拿我的手机，我们看到这一个剑柄是稍微有一点松，我觉得它这个剑柄涂的非常之好啊，我非常喜欢它这，我觉得它的遮盖技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有水平的。然后这一整块改件，我们能看到这个金色、红色的分界涂得非常清晰啊。只能说我非常喜欢我学生涂的这一个东西，他涂的确实有水平啊。也在此非常感谢我这位学生给我做的一个这么好的作品，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我们能看到，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剑的一把武器，也是可以去做一个替换的，去把前面的一个剑刃去给它替换成一个超长的一个展开样式的一个剑刃。我们看到是能做到一个替换的。然后他还甚至给了一块，就是这一块一个石头的一个替换键啊，让你去把你的武器是可以这样插在前面还原出就是剑放大招的那一个名场面的。所以说这整一套改件我觉得还是蛮良心的啊，但是它好像有点歪，应该是 3D 打印数值收缩的一个原因，这个后续只能是说稍微给它塑一下形之类的吧。那总的来说，这一款由我学生制作的一款 SHF 帝皇剑的一个改件呢，就差不多看到这里了。
这一期视频也不是一个测评视频，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作品。那大家不知道对这个造型觉得如何呢？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啊，整体也非常的好看。这个不是手臂上替换的那个，算了，就这样。那之后我看看，再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东西。趁着现在还没有上班，那这一款就看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